你有没有过这种想不通的时刻？就拿前几年买房来说，明明专家都说房价到顶了，可身边的人还是咬着牙去凑首付，再不买就没了。结果呢，这2年房价一跌，之前抢着买的人又慌了，哪怕降价10万也不敢接盘，生怕越跌越惨。你说怪不怪？房子本身的成本没怎么变，怎么大家的态度说变就变？再比如疫情那阵子工资没降，可身边的人突然都不消费了，奶茶不喝了，电影不看了，结果呢，楼下的餐馆关门，服装店老板裁员。你看，明明大家手里都有钱，经济却像被按下了暂停键。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银行还在疯狂地给没工作的人放房贷，说买房稳赚，可雷曼兄弟一倒闭，银行突然像变了个人，连经营了10年的老店想贷点周转资金，银行都摇头，说风险太高。难道银行前一天觉得钱好赚，后一天就觉得钱不能赚了？其实这些反常识的现象，传统经济学根本解释不通。他总说人是理性的，会算清楚成本收益。可现实里，我们做经济决策时，每次是拿着计算器算半天，更多时候我们是跟着感觉走，看别人怎么做，觉得公平不公平，就是来拆穿这个理性人的骗局的。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，经济波动的真正密码其实藏在人的5种小心思里，这就是他们说的动物精神，比如信心、公平感、对故事的迷信。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才是经济忽冷忽热的根源。先把这5种人性密码拆明白，看看信心怎么像病毒一样传染，为什么降工资比裁员更招人恨，再用这些密码破解8个最头疼的经济难题。比如，为什么会有大萧条，为什么有人找不到工作，最后再说说这对咱们普通人买房投资，对政策制定者稳定经济到底有啥用？不用复杂公式，咱们就用你身边的事，把经济背后的人性套路说透。咱们刚才聊了身边那些想不通的经济困惑，比如房价忽冷忽热，银行一会儿疯狂放贷，一会儿又惜贷如金。其实这些都不是供需失衡和利率调整能简单解释的，是人的5种小心思，也就是阿克洛夫和希勒说的动物精神。这部分咱们就把这5种人性密码拆透，每个都结合你能摸到的生活场景来说，保证你听完再看经济新闻就像多了一副透视镜。信心，经济的情绪开关。为什么信心没了，经济就凉了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经济数据明明还行，比如 GDP 没跌，就业率也没降，不敢消费，不敢投资，这就是信心在搞鬼。拿2023年的消费市场举个例子，那年上半年，很多城市的商场客流慢慢恢复了，还是攥着钱不松手，奶茶从大杯换成中杯，衣服只买换季折扣款，连孩子的课外班都砍了一半。问他们为啥，回答差不多，都是怕后面失业，怕钱不够用。你看，他不是没钱，是没信心。可不是一个人不消费这么简单，它有个乘数效应，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一个能带倒一串。比如你不买新衣服，服装店老板就少赚一笔，交板钱少了，就不会雇新员工，还可能裁掉老员工，被裁的员工没了收入，更不敢消费，连楼下的菜市场都受影响。最后一个人的小担心就变成了整个经济的大冷清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信心根本不是理性判断，而是跟着别人走。就像2023年的新能源基金，年初大家都传新能源是未来，不管懂不懂都往里腾，基金越涨越卖。到了年中，有人开始卖，大家又跟着卖，越跌越抛。其实新能源行业的基本面没那么大变化，变的只是大家信不信。你可别觉得信心是虚的，它是真能左右经济走向的。
后面咱们聊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时，你就会发萧条前都有一场信心崩盘。比如1929年大萧条前，大家突然觉得股市要跌，都抛售股票。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大家突然觉得银行要倒，都去挤兑。信心一消失，经济就像断了电的机器，立马停转。而公平、工资和物价的隐形红线，为什么老板宁愿裁员也不降工资？再想个场景，如果公司说今年利润不好，要么所有人降薪 5% 的人，你觉得大部分人会选哪个？大概率是裁员，哪怕自己可能被裁，也不愿意降薪。这背后就是公平感在作祟。研究者问大家，到风雪后，五金店把雪铲从15块涨到20块合理吗？82% 的人说不合理，哪怕五金店进货成本涨了。但要不实验更直接，如果有人偷懒还拿一样的工资，其他人宁愿少拿 20% 的钱，也要举报这个偷懒的人。你看，人对不公平的容忍度比你想的低多了。这种对公平的执念直接影响了工资和物价。比如经济不好时，老板明明知道降薪 5% 正能保住所有岗位，但他不敢这么做，因为员工会觉得凭什么降我工资？结果要么偷懒，要么辞职。最后老板只能选择裁员，哪怕知道会有人找不到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经济一冷，失业就先涨，不是人不够能干，是工资降不下来。还有物价也是如此。比如小区里的小卖部，哪怕进货价涨了，老板也不敢轻易涨价，怕老顾客觉得不公平，宁愿少赚点。只有当所有小卖部都涨价了，他才敢跟着涨。因为大家都涨了，后面咱们聊为什么有人找不到工作时，会更深入地讲这个问题。正是这种工资不敢降的公平执念，哪怕有人愿意降薪找工作，老板也不敢顾，怕影响其他员工的公平感。3. 腐败和欺诈，经济的蛀虫。为什么骗术总能搞垮大经济？咱们再聊个扎心的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把烂苹果装成好苹果卖，最后一筐都烂了的事？这就是经济里的腐败和欺诈。它像蛀虫，平时藏在暗处，等经济一热就出来搞破坏。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次贷危机，当时美国的银行把没工作没收入的人借的房贷，也就是次贷，起个好听的名字叫抵押支持证券，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。大家看包装的漂亮，都以为安全，疯狂抢购，结果那些没收入的人还不上房贷，银行手里的优质资产全成了烂账，投资者血本无归，银行也倒闭了，最后演变成了全球金融危机。每次经济衰退都有欺诈狂欢，比如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造假，明明亏损，却通过假账伪装成盈利，骗了投资者几百亿，等经济一冷，骗局暴露，公司破产，还拖垮了给他审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。为什么经济好的时候容易出欺诈？因为大家都想赚快钱，监管也松，骗子容易钻空子，等经济凉了，资金链一断，骗局才会暴露。这些欺诈不只是某家公司的事，它会动摇整个经济的信任基础。比如大家发现银行在骗，公司在造假，就会觉得所有金融机构都不可信。后面咱们聊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时，就会发现应对危机的关键之一，就是打击欺诈，重建信任。不然哪怕政府注资给银行，大家也不敢用银行的服务。4. 货币幻觉，我们都有的数字执念。你家长辈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年轻时30块工资能养活一家人？这话听着有道理，但你细算就知道不对。1980年一斤肉1块钱，30块能买30斤肉，现在工资5000块，一斤肉30块，能买160多斤肉。其实现在的购买力更强，
长辈之所以觉得以前的钱值钱，就是陷入了货币幻觉，只看数字大小，不看能买多少东西。生活里的货币幻觉到处都是，比如租房，房东说每年涨 5% 的房租，你觉得还好，但如果当年通胀是 10%， 其实房租没涨，甚至跌了。房东就是利用了你的货币幻觉，让你觉得没亏。还有工资，他说今年涨薪 3%， 但如果通胀是 5%， 你的实际收入其实降了 2%， 这也是货币幻觉在骗你。货币幻觉还会让经济政策失灵，比如央行想通过降通胀刺激经济，它降低利率，希望大家不消费多投资，但大家陷入货币幻觉，觉得工资没涨就是亏了，政策再好没人配合也没用。后面咱们聊为什么从长期看通胀和失业此消彼长时，就会发现货币幻觉是关键因素。低通胀时大家因为货币幻觉不愿降薪，失业就会高。高通胀时大家没察觉，实际工资在降，失业就会低。5故事经济的洗脑包。最后咱们聊个最有意思的，你觉得人是靠数据理解经济？答案是故事。比如大家相信房价永远涨，不是因为算清了供需租金回报率，而是因为听了别人买房赚了钱的故事。大家愿意努力工作，不是因为知道 GDP 增长多少，而是因为相信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的故事。最经典的故事骗局就是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。当时荷兰人传郁金香是稀有品种，会永远涨价，一朵普通郁金香能买一栋房，大家疯狂抢购。其实郁金香又不能吃不能用，只是故事让它变得值钱。21世纪的房价永远涨也是一个道理。你听朋友说去年买的房涨了20万，听中介说这片区要通地铁房价还得涨，就跟着买，哪怕月供占工资 80% 也不怕。故事让你觉得能赚钱，就忘了风险。政治家也特别会用故事影响经济，比如美国的美国梦，只要努力就能买房买车，大家信了这个故事就会努力工作贷款消费，经济自然就热。中国的经济奇迹故事，我们能从穷国变成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大家信了就会投资创业，经济也跟着增长。但故事有个致命缺点，它会反转。当房价永远涨变成房价要跌，大家就会抛售；当经济要完变成经济要复苏，大家就会消费，经济真的复苏。后面咱们聊为什么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性，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时，就会发现经济的涨跌本质上就是故事的涨跌。经济就变了。咱们这部分拆完了5种动物精神：信心、公平、腐败和欺诈、货币幻觉故事。你会发现，就是你每天都会遇到的小心思。你怕失业不敢消费是信心，你觉得降薪不公平是公平的，你被房价永远涨骗是信了故事。把这些小心思正是破解下一部分8个经济难题的钥匙。比如用信心崩盘解释萧条，用公平执念解释失业，用故事反转解释房地产周期。接下来咱们就逐个难题拆解，看看这些人性密码到底怎么左右经济的走向。咱们上一部分拆完了动物精神的5种人性密码：信心、公平、腐败、欺诈、货币幻觉故事。这部分咱们就用这5把钥匙打开8个最让人头疼的经济难题。每一个难题咱们都从你能看到的现象切入，再用人性密码扒开背后的逻辑，保证没有复杂公式，全是你能懂的生活道理。1. 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？因为信心崩了，故事碎了。先从最大的难题说起，为什么好好的经济突然就凉透了？传统经济学说生产过剩，但你想，疫情时大家不是不需要衣服仓管，是不敢买不敢去。2008年大家不是不需要房子汽车，是怕失业，
怕还不起贷款。说白了，萧条不是东西太多，是信心没了。咱们还拿2008年金融危机举例。危机前大家信的故事是金融系统很安全，银行疯狂放房贷，投资者疯狂买抵押支持证券，连没工作的人都能贷款买房。可雷曼兄弟一倒闭，故事突然反转成金融药丸，钱放在银行都不安全。先是大家去银行挤兑，接着企业贷不到款，只能裁员，员工没收入，餐馆商店没生意，只能倒闭。这就是信心崩盘的连锁反应，也是我们前面说的信心乘数在起坏作用。一个人的恐慌变成10个人的恐慌，最后拖垮整个经济。再看1929年大萧条，之前大家信股市永远涨，连擦鞋匠都在买股票，但是股市一跌，故事变成了股市要归零，所有人都抛售股票，银行挤兑，企业倒闭，失业飙升，短短几年美国失业率从 25%。 你看，两次大萧条的核心都一样，支撑经济的好故事碎了，信心跟着崩了，经济自然就陷进去了。后面咱们聊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时，会发现救萧条的关键不是生产更多东西，而是重建信心，修复故事。比如政府说会保银行安全，让大家敢存钱，说会帮企业贷款，让大家敢消费，信心回来了，经济才会慢慢转暖。二，为什么中央银行能控制经济？因为央行是信心守护者。你可能听过美联储一加息，股市就跌，央行放水，经济就热，但央行手里就那么点工具，怎么能管得了这么大的经济？答案是，央行不直接操控经济，而是操控信心，顺便调节钱的多少。央行最常用的2个工具，咱们用大白话来拆解。第一个是撒钱收钱，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公开市场操作。经济冷的时候，央行去市场买政府债券，比如花100亿买债券，银行手里就多了100亿现金。银行有了钱就会贷给企业个人，大家能借钱消费投资。经济热的时候，央行卖债券把银行手里的钱收回来，银行没钱放贷，大家不敢花钱，经济就凉下来。这个过程本质是通过调节钱的多少影响信心。大家觉得能借到钱，信心就足，银行没钱，大家觉得前景，信心就弱。第2个工具更关键，或者说更加确切的是央行的一个身份定位，叫最后贷款人，就是银行快倒闭时，央行借钱给他。2008年贝尔斯登要破产，没人敢接盘，美联储直接借钱给摩根大通，让他收购贝尔斯登，怕恐慌传染。如果贝尔斯登倒了，大家会觉得其他银行也会倒，周去挤兑，最后所有银行都得倒闭。央行这一出手，相当于给市场吃了颗定心丸，把信心稳住了。你看，央行的权力不是来自钱多，我们前面说信心是经济的情绪开关，央行就是这个开关的守护者。只要大家信央行能稳住局面，经济就不容易出大问题。3. 如何应对金融危机？答案是既要刺激需求，更要打通信贷。咱们聊完了为什么会有危机，再聊怎么救危机。很多人觉得发消费券降利率就行，但2023年有些地方发了消费券，效果却一般。因为商家没货没员工，想接券也接不了。问题出在哪？不是大家不想消费，是企业贷不到钱，没法开工。救危机的核心，一是稳信心，二是打通信贷。这正好对应我们前面说的信心和腐败欺诈。危机时银行不敢放贷，不是没钱，是怕坏账。比如2008年银行怕房贷收不回，2023年怕中小企业倒闭还不起钱，这时候政府就得帮银行扛风险。比如美国的 TA ONLIFE 计划，
政府说银行没了后顾之忧就敢放贷了，企业能贷到钱开工，员工有收入就会消费，经济链就通了。再说说稳信心。危机时，大家怕的不是短期没希望。比如2020年疫情初期，中国政府说会保供应链保就业，还公布了具体的企业扶持政策。大家知道政府会兜底，就敢消费但投资。如果政府只说会救经济，没具体动作，大家还是会慌，信心还是回不来。还要提一句，危机往往伴生腐败欺诈，比如2008年的次贷骗局，2023年有些企业骗补贴。如果不打击这些行为，大家会觉得政府不管骗子，对经济的信任会更差。所以就危机时，一边要放钱，一边要查骗子，这样信心才能真的回来。4. 为什么有人找不到工作？因为公平感让工资降不下来，明明愿意降薪找工作，却还是没人要。传统经济学说他技能不够，但现实里很多有技能的人也找不到工作。问题出在工资不敢降，而不敢降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公平感。咱们拿2023年的中小企业举例，有些老板说，如果员工工资降 10%， 但他不敢降，因为员工会觉得我干活没少，结果要么偷懒，要么辞职。又麻烦的是，其他有员工也会觉得不公平，影响整个团队的士气。最后，老板只能选择少雇人，哪怕知道有人找不到工作。书里有个数据特别能说明问题。1990年到1991年美国衰退时，制造业名义工资只降了 2%， 但物价降了 8%， 也就是说实际工资其实涨了 6%， 老板宁愿扛着实际工资上涨的成本，也不敢降名义工资，他伤了员工的公平感。这就是非自愿失业的根源，不是人没技能，是工资降不下来，老板只能裁员或不雇人。还有个现象更直观，日本通缩那10几年，企业很少降工资，但也很少雇新人。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是企业怕降薪伤了老员工的公平感，只能不雇新人。你看，公平感这个人性密码直接卡住了就业的脖子。5. 为什么从长期看，通胀和失业此消彼长？因为货币幻觉在搞鬼。这个难题听起来绕，其实很简单。为啥通胀低的时候，失业往往高？通胀高的时候，答案藏在我们前面说的货币幻觉里。大家只看工资数字，不看能买多少东西。咱们分2种情况来说。第一种，低通胀的时候，比如通胀只有 1%， 企业想降点成本，说今年工资涨 2%，其实实际工资只涨 1%， 不算多，但员工陷入货币幻觉，觉得涨 2% 挺好，不会闹事。可如果通胀 0%， 企业说工资涨 1%， 员工就会觉得涨太少不公平，要么偷懒。所以逼通胀时，企业不敢轻易调工资，只能少雇人，失业就高。第二种，高通胀的时候，比如通胀 5%，企业想降实际工资，说工资涨 3%， 实际工资其实降了 2%， 但员工没察觉，觉得涨了总比没涨好，不会闹。企业成本降了，就愿意多雇人，失业就低。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高通胀低失业，就是这个逻辑。大家被货币幻觉骗了，没发现实际工资在降，还愿意干活。就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高通胀加高失业。为啥？因为大家对通胀有了预期。比如通胀 5%， 员工会直接说工资得涨 6%， 不然我亏了，逼使企业不敢雇人，失业还是高。这也说明货币幻觉是短期有效，长期大家醒过来了，通胀和失业的权衡关系就没了。6. 为什么为将来储蓄这个决定如此随意？因为我们都没算清复利的账，还被故事带偏了。你有没有过这个月先花下个月再存的想法？
结果下了月还是没存。传统经济学说你不会算账，但现实是，哪怕知道复利很厉害，大家还是存不下钱，因为储蓄不是理性计算，是故事和习惯在左右。先说说复利的厉害，书里算过一笔账，一个25岁的人每年存1万，存10年，但年化7%收益算，到65岁能有300万。如果35岁再开始存，同样每年1万，到65岁只有150万。但年轻人信的故事是及时行乐，以后有钱再存，根本没心思算这笔账。而长辈们信的故事是，抵钱钱值钱，现在存钱没用。其实是货币幻觉，要么过度储蓄，要么不敢存。再说习惯和暗示的影响，我们前面说故事影响行为，储蓄也是如此。如果身边人都在月光，你也容易跟着花。如果公司有自动存养老金的制度，你就会存得多。比如美国的 401K 计划，如果公司默认每个月存 5% 的工资到养老金，大部分人不会改。如果默认不存，不是大家不会算，是默认选项这个暗示比理性计算管用。还有信用卡的坑，我们前面说信用卡会刺激消费，确实如此。刷信用卡时你没看到钱少了，只有数字变化，等账单来的时候，又发现已经没有可以存下的钱了。这就是货币幻觉加故事的双重影响。信用卡让你觉得钱不是钱，及时行乐的故事让你觉得存不存无所谓。7. 为什么金融价格和公司投资不此异变？答案是都是选美比赛和故事在搞鬼。你有没有发现股票基金的价格经常没理由的涨，没理由的跌？公司投资也一样，经济好时扎堆扩产。这不是理性判断，是前面说的选美比赛和故事在作祟。先说说金融价格，凯恩斯说炒股像选美比赛，你不是选自己觉得美的，是选别人觉得美的。比如2023年的 AI 概念股，大家不是觉得 AI 公司真的值这么多钱，是觉得别人会买，股价会涨，所以跟着买。等大家觉得别人要卖，又跟着卖。股价的涨跌和公司基本面没那么大关系，而是和大家的预期关系更大。再说公司投资，老板投资不是算清回报。比如2021年新能源热的时候，不管懂不懂新能源，老板都扎堆建厂房破产能，因为听新能源是未来的布局，觉得不投就亏了。2022年新能源凉了，老板又扎堆停项目，不是新能源不行了，是故事变了，信心没了。还有个现象能说明问题，2023年有些公司明明现金流很好，却不投资。因为老板信经济会凉的故事，他投了收不回。有些公司明明现金流紧张，却还在扩产。因为老板信行业会涨的故事，他错过机会。你看，投资不是算钱，是信故事。8. 为什么弱势少数族裔世世代代在贫困中挣扎？答案是公平的起点太差，加故事的负面标签。最后这个难题最扎心，为什么美国黑人、印度低种姓总是代代贫困？是公平的起点差，它有故事的负面标签。这正好对应我们前面说的公平和故事。先说说公平的起点差。美国黑人孩子的学校经费往往比白人孩子的学校少，老师水平低，黑人孩子很难考上好大学，就算考上了，找工作时雇主也可能因为黑人的标签不给好岗位，不涨工资。这就是起点不公平，别人站在2楼，他们站在1楼，再努力也难追上。再说故事的负面标签，社会上流传的故事是黑人懒，黑人笨，雇主信了就不给黑人贷款。最后可悲的是，黑人自己也信了，就觉得再努力也没用，干脆不努力。比如美国黑人申请房贷被拒的概率是白人的2倍，不是他们还不起，
是银行信黑人会违约的故事，不敢贷，这种不公平加坏故事的循环让贫困代代传。书里说，那打破这个循环需要从2方面入手，比如给少数族裔学校更多经费到平权行动。20代故事，比如宣传少数族裔成功的案例，让大家信努力能成功，只有这样，贫困的循环才能被打破。咱们这部分用5种动物精神掺完了8个经济难题。你会发现，所有难题的答案都藏在人性里，不是供需、利率这些数字，是信心、公平、故事这些小心思。接下来咱们就聊最后一部分，这些发现对咱们普通人有啥用？比如怎么避免被故事骗着乱投资，怎么不被货币幻觉坑了工资？对政策制定者又有啥用？比如怎么稳信心？毕竟懂经济不是为了看新闻，是为了过好自己的日子。看到这，咱们其实已经把经济的底层逻辑说透了。传统经济是数字堆出来的机器，但动物精神告诉我们，信心、公平、故事，这些看不见的小心思才是波动经济的真正开关。对咱们普通人来说，懂动物精神不是为了当经济学家，是为了不被经济波动牵着走。比如投资时别再信这东西永远涨的故事。2021年追新能源，2023年追大多是被别人都在买的信心带偏。忘了问一句，这东西真的值这么多吗？消费时也别被信用卡的数字幻觉骗了。刷手机付款时没感觉，等账单来才发现超支。不如每月先存一笔钱再花。找工作时也别怨自己没本事，是老板怕降薪伤了别人的公平感，只能少雇人。看清这一点，就不会过度自我否定。对政策制定者来说，动物精神更是重要的指南针。做经济不能只盯着发多少钱降多少利率，更要盯着人的感受。比如发消费券时得先帮商家贷到钱开工，不然券发了也没人接。不能只喊企业要多雇人，需要帮企业先扛住降薪的压力，比如给补贴减税，让企业敢雇人不裁人。应对危机时打击欺诈，重建信任比啥都重要。只有大家信银行安全，公司靠谱，才敢存钱，敢投资。其实说到底，经济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，是无数人的喜怒哀乐凑出来的烟火气。老板要不要雇新人，银行愿不愿意放贷，背后都是动物精神在悄悄发力。读懂这些，你在看经济新闻时，就不会只看到 GDP 涨了多少，更能看到数字背后的人心。这才是理解经济的真正钥匙，也是咱们过好小日子的底气。